此时，圣龙族的这位先祖便是把目光投向在祖逖和祖双双的身上。看来你们身为祖龙族的后裔，并不知道你们老祖龙的存在吧？不过也确实，对于老祖龙的信息，他们则是一概不知。看来这位老祖龙的时代与他们现在的时代是隔着一层膜呀。既然你们都不知道，那么我就与你们说说，你们祖龙族能够成为万兽神界最强3大神兽族之一，也亏了老祖龙，因为他可以说是让整个万兽神界都会抖上一抖的强大存在。不仅实力极强，他的身份以及权力在万兽神界中也是有着最高的地位。虽然身为祖龙族的最强祖龙，但是他还有一个你们后辈都不知道的传说。都不知道的传说，祖逖和祖双双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祖龙族中竟然还存在着如此一位强大的老祖龙。那么为何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还有老祖龙的一点信息呢？说着说着，圣龙族的这位先祖便是停顿了一下，接下来的话才是让萧炎、祖逖、祖双双最震撼无比。这个传说就是你们那位老祖龙乃是万兽神界的最强龙神。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位圣龙族的先祖语气加重了许多，甚至还带着一丝恭敬。最强龙神，对于这4个字，不管是萧炎还是祖逖、祖双双二人，他们都极其的陌生，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时代里，从未有过什么最强龙神的传说。不过今日能够在这位圣龙族的先祖口中得知，他们祖龙族中的这位老祖龙竟然是所谓的最强龙神，这绝对是一件大事迹。当年这万兽神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刚才你所说的事迹，这万兽神界的底蕴怕是无比惊人的存在，而且还诞生出一位最强龙神，掌控万兽神界的一切玄妙法则。按理说，随着时代的更进，万兽神界会越来越昌盛。那为何如今万兽神界中没有一位5重天位神的存在？但是为什么当年如此鼎盛的强大万兽神界，如今变得没落了下来？甚至万兽神界中最强的也不过是4重天位神。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想必万兽神界中有着诸多高阶天位神，甚至是一些巅峰天位神。如此的惊人底蕴，为何会没落至今？在时代的流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前辈，小辈有一事想问。萧炎深呼吸了一口气，问道。甚至可以一夜之间从普通的神兽族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听到这里，祖逖和祖双双二人的内心则是无法的平静，他们已经沉浸在了这等震撼的感觉中，久久无法出来。能够让一位高阶天位神都感到惧意的东西，怕是那个时候肯定发生过什么让无数万兽神界强者都绝望的事情。一切都一言难尽啊！想起当年的一些记忆画面，圣龙族的先祖内心就无比的痛苦狰狞。不过萧炎的话却惊醒了他。还是你厉害，一问就问到了重点上。圣龙族的先祖大笑一声，然后开始为萧炎3人慢慢的解释起来。最强龙神不仅实力是万兽神界的最强者，而且他的身份以及权力都是掌握最高的存在。只要哪一方神兽强者能够成为最强龙神，那么就能够获得一方神界的认可，掌握其中的玄妙法则，实力更是无人能敌。你怎会知晓天古浩劫？所以不管是哪一方神兽族中的强者，只要本身实力够强大，就能够被万兽神界认可，成为最强龙神。那么一旦在这神兽族中有那么一位最强龙神，都将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蜕变。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的祖龙族竟是如此的强大。虽然说如今也是万兽神界的最强之一，不过那个时候祖龙族则是最强的第一神兽族，没有之一。不过在萧炎说完后，原本一脸神态自若的圣龙族先祖都是神色一变，变得无比的凝重起来，并且族中还有一位最强龙神，如此底蕴，怕是可以碾压一切万兽神界的所有神兽势力，甚至还可以轻松的做到一手遮天，都不为过。萧炎也没有任何的隐瞒，也是直接道出了自己为何知晓天古浩劫的过程。当萧炎说出他心中的疑惑时，原本还一直沉浸在震撼中的祖逖和祖双双也平静了下来。刚刚显然有些失态了，在震撼之余，萧炎率先恢复了过来，十分好奇地问道：那这最强龙神又是什么身份？如此说来，当年的祖龙族怕是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了，就算是神龙族和圣龙族，怕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存在。难道那个时候发生过一场毁灭大战？是不是与千万年前的天古浩劫有关系？我们万兽神界乃是一方神界，也是第一等级世界的3大神界之一，而在这3大神界中，皆是有着一位守护神界的最强之神。而当年的万兽神界中，最强之神便是你们祖龙族的老祖龙，被万兽称之为最强龙神。圣龙族的先祖用无比震惊的目光盯着萧炎，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位人类后人竟然知晓天古浩劫。听完萧炎的讲述后，圣龙族的先祖长叹了一口气，显然依旧无比的难受与痛苦。不过他还是颤颤的道：过了那么久，后人竟然还保留了一些天古浩劫的信息。在圣龙族先祖调整了自身的心态后，才将当年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天古浩劫事迹一一道了出来。
我们的时代被称之为天古纪元，而我们也是天古纪元时期的生灵。天古浩劫的发生时间就在于我们天古纪元的末期。对于天古纪元这4个字，萧炎有些印象。记得当年灵动获得时间祖符后，便是带着沐尘和自己几人前往穿越了过去时间轴线。那个时候在穿越的过程中，便是看到了天古纪元的字样，而且他们也是被传送到了天古纪元的时间轴线，而那个时间轴刚好又是天古纪元的末期。他们看见黑暗气息所过处，直接是空间崩塌，虚无的力量涌入一方世界，而且那虚无的力量进入世界中后，世界上的任何生灵万物都会慢慢的毁灭而去。如此可怕的黑暗气息，当时让的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心头极为震颤。那场面也是他们首次见到的绝对性毁灭之战，因为那黑暗的气息不单单是笼罩在一方神界，而是蔓延至大宙9界。可以说整个大宙中的9个大界都是被这股黑暗气息所笼罩，任何生灵都无法逃脱。那是一场绝对毁灭性的一次大灾难，也是天古纪元时期的浩劫。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之中，几乎所有高阶天位神以及巅峰天位神都参与了进去，但是结局却不容乐观，因为在这场天古浩劫中，参与进去的所有高阶天位神，包括巅峰天位神，皆是全部陨落，无一生还。而老夫也是其中之一的一名高阶天位神。说着说着，这位圣龙族的先祖便是有些绝望与愤怒起来。或许那一场天古浩劫是无数高阶和巅峰天位神的噩梦吧，全部陨落。前辈，当年的天古浩劫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就连如此诸多强大的高阶天位神、巅峰天位神都不敌对方？难道说对方的实力更强大吗？萧炎简直不敢想象，在如此诸多的高阶巅峰天位神的联手下，竟然都无法赢得一丝胜利，甚至给他们带来的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绝望和无力。对方何止是强大，他们比天位神更加的可怕。那是一场可以毁灭大宙的神战，整个大宙也差点被毁于一旦。想到这里，萧炎都感到一丝后怕，看来在天古浩劫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大秘密，而且这大秘密仿佛是刻意的不能让其他人知晓。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说不出来。一旦想要开口说出掀起天古浩劫背后的真相时，就会出现一道想要抹灭他神魂的感觉。我们这些身为大宙的神祇，自然会挺身而出，集结所有的巅峰力量，与之平时抗衡。不过对方的强大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对于但当时知晓天古浩劫的所有神祇，皆是被对方下了一道无法说出真相的神秘封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对方仅仅一招就将诸多的天位神强者瞬间重创甚至击杀，那当面就算过去了那么久的时间，我也不会忘记。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封印力量，竟然连真相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将其封印起来？虽然最后的结局我不太清楚，不过我方的损伤必定非常的严重，无数巅峰强者陨落，也让我方的底蕴实力大大的缩减很多很多。如此惨痛的代价，谁能够体会到？讲起这些事情，祖龙族的先祖便是有着液体在眼眶中打转。这是怎么一回事？圣龙族的先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惊，他也没曾想到自己竟然无法说出天古浩劫背后的具体真相。前辈，萧炎发觉到圣龙族先祖的异样，便是询问道。原本以为天古浩劫背后的真相即将要水落石出时，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得萧炎有些失落。我好像无法开口说出天古浩劫背后的真相。除了天古浩劫真相不能说出来，其余问题的说话几乎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真是该死的，击杀了大宙无数强者，掀起天古浩劫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暗骂了一句后，萧炎双拳紧紧捏紧，身躯都是带着一丝微颤。显然对于天古浩劫的绝望与痛苦，只能暂时先将其压制而下。不过萧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怕不只有圣龙族的这一位先祖被封印，可怕当年所有参与天古浩劫的神祇，皆是被这股力量所封印。对方是……还没等圣龙族的先祖说完，竟是有一股令他神魂差点要具灭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的身躯在萧炎他们3人肉眼看得见的情况下，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仿佛要散去一般。无法说出的真相，萧炎以及祖逖祖双双3人感到无比的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就连说话都说不出来？难道是有某种力量限制了圣龙族先祖说出真相？圣龙族的先祖点了点头，脸上也有带着一丝震惊。不过他可是天古纪元时期的超级神奇，仿佛已经猜想到了什么，只能一脸无奈地说道：或许老夫在那个时候已经被对方的某种力量封印了天古浩劫背后的真相，只要一旦开口说出来，我的神魂内部就会引发某种力量，直至要将老夫的神魂抹灭。此仇一定要报。那一场灭咒神战，我们处于弱势，也不知道为何如今大咒还能安然无恙，后面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了。听到圣龙族的先祖
讲述天古浩劫的信息后，萧炎以及祖逖祖双双几人都是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虽然他们不是出生在天古纪元时期，没有体会到当时的那一股绝望，但是他们此时的心境仿佛回到了过去一般，甚至一股悲伤和无力之感传遍全身上下。既然无法说出，前辈就不要去说了，到时候彻底的印发了你们体内的神秘封印，磨灭了前辈的神魂，怕是不好。见萧炎这么一说，这位圣龙族的先祖一脸凝重，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对方种下了如此神秘的封印，而且每当想起天古浩劫那惨烈画面的时候，他的头就像是要炸开来一样，无比的疼痛，而且画面也开始渐渐的变得模糊。或许对于他们这些天古纪元时期残存下来的神魂体来说，或许遗忘对于他们自己也是一件好事，不然一直想着过去时的悲痛绝望中，那么他们觉得残留在世间更是无尽的痛苦。所以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在圣龙族先祖体内的神秘封印也起到了一丝作用，也并非只有坏处。曾经从药老手中选择的焚诀功法竟然可以如此的逆天，这究竟是命运所归，还是刻意的安排？这对于萧炎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的话，一切都是值得的。接下来萧炎吸收了圣龙吟的声波神技后，花了一点点的时间，稍微领悟了一下这道神技的力量。虽然只是小试牛刀，却是让得萧炎极其的惊讶。想要施展这道声波神技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灵魂力量，而萧炎在凝聚出100道压缩后的灵魂力量后，竟然也只能施展出一点点的威力。没想到修炼圣龙族的独门神技竟是如此的困难。其实这也不是困难，而是萧炎的实力还没有达到修炼此神技的门槛。如果说萧炎乃是神魂力量，那么修炼这道声波神技也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在稍微领悟了这道声波神技后，萧炎也没有继续去研究，毕竟再研究下去也是浪费时间。毕竟自己的灵魂力量就摆在那里，想要发挥出圣龙吟的更多力量，就需要自身的灵魂力量再强大一些才行。神境灵魂虽然很强大，但是对于目前的萧炎来说，只能压缩出100道灵魂力量，而想要突破神境灵魂中期，则是需要1000道的压缩灵魂力量。这神境灵魂提升的路数与其他境界不同，则是需要对神境的加深领悟，才能压缩出更多的灵魂力量。所以这也导致萧炎对此非常的头大。走吧，已经有很多道强大气息已经赶往那片区域了，或许万兽之星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也说不定。前辈是天古纪元时期的人，那个时候整个万兽神界所有神兽族都是无比强大的存在，如今就是因为各大神兽族的底蕴没有了当初的鼎盛，为了寻求强大的力量，一心想要称王称霸，才导致如今的无数神兽族各怀心思。闻言，祖逖二人也是点点头。虽然他们的修为要比萧炎高上一个小境界，可是论起战斗力的话，他不是萧炎的对手。所以进去万兽之地前，大神斩就说过，一切都要听从萧炎的安排。如果换作是可以直接吸收灵魂本源来提升灵魂的力量，比起萧族的领悟提升还是简单一些的。连如此强大的高阶天位神以及巅峰天位神都陨落其中，可以想象这天古浩劫究竟是多么的可怕与绝望。对方也看出萧炎的认真，没想到自己随口一说的话就将其记在心中，此子必定不凡啊。好，老夫等着这一天。然后开怀一笑，最后消失在萧炎三人的眼前。怎么回事？萧炎心中的难道刚刚用神境灵魂探测了一下，出口应该就在面前了，为何现在过去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所谓的出口？不过圣龙族的先祖无法离开万兽之地，不然的话萧炎也会将如此一位强大天位神带出来。很快萧炎就锁定了一处新目标区域，因为那里正是万兽之德的最中心，所谓的万兽之心也就在那处区域中。同时萧炎通过神境灵魂感知到有诸多道强大的气息也已经从四面八方急速的涌来，皆是提前比萧炎他们更早前往了深处区域。萧炎话音落下，便是以极快的速度率先穿梭这巨大的洞穴，而祖逖和祖双双二人便是紧跟上，三道身影已化为一道流光，飞快地在洞穴中穿梭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他们竟然依旧无法走出这座洞穴。不过萧炎也不着急，毕竟天古浩劫的真相真的被自己知道了，自己能够做什么呢？看着圣龙族的先祖消失，祖逖祖双双二人脸上挂着不可思议的面容，对着萧炎开口道：没想到圣龙族的这位先祖还授予了萧炎兄一道神技，还不像是现在圣龙族的作风。不错不错，好小子，这么快就领悟了我们圣龙族的独门神技，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希望你能够带领万兽神界的所有神兽族走向辉煌之路。如今万兽神界如此的没落，就是因为那一场天古浩劫的原因。现在又无法说出天古浩劫背后的真相，萧炎也无从可以打听一些相关的消息。前辈放心，如果日后小辈有这个能力，我必定不会辜负期望，一定会让如今一盘散沙的万兽神界再度团结起来，达到曾经的辉煌。萧炎拱手对其圣龙族的先祖郑重地说道。经过刚刚与圣龙族的这位先祖接触后，萧炎也稍微对此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萧炎所说的也没有错，的确是因为那一场天古浩劫的关系，导致他们如今拥有着称霸万兽神界的野心。天古纪元时期的万兽神界，高阶天位神无数，奈何底蕴强大，终究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中被战败，这是所有天位神强者的噩梦。萧炎兄弟，
所言极是，接下来我们该往那边走。说话的是祖双双那温柔似水的声音传出，对方的绝美容颜的确是极其少见，又是祖龙族的神之天骄，追她的男人都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萧炎双眼一闭，很快有着一股透明强大的灵魂波动荡漾而出，使得空间都泛起了一圈圈涟漪，然后收回了神境灵魂后，对着祖逖祖双双二人道：我们直接从这洞穴中穿出去，然后再翻越几座山峰，应该就能够抵达万兽之地的最深处区域了。就连祖逖和祖双双也发现了异常，因为他们已经花费了将近有半天的时间，竟然还是无法走出这巨大的洞穴。一般来说，就算这洞穴再大，按照刚才的速度，不到半天时间就能够出去，可偏偏现在就算花了半天时间，都还没有看到出口，更不要提出去了。三人越发的奇怪起来，他们的速度也是缓缓的慢了下来。萧炎兄似乎有些不对劲。祖逖的心中竟是升起了一丝不安，仿佛他们此刻好像是进入到了别人所设立好的阵法中一般。萧炎祖双双在停下脚步后，转头看了看四周，除了黝黑的山壁和一些攀爬的树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异样之处。真是奇了怪了，难道我们是迷路了吗？祖双双的柳眉微微一皱，他也想不明白，这一路上明明很正常，也是按照正常的路线走，但是为何就走不出来呢？一旁的萧炎此刻极为的平静，在神境灵魂的释放下，可以清晰的看到洞穴的出口就在前面，可是他们现在一直朝着这方向走，为何一直没有看到出口？在萧炎沉思片刻后，他通过神境灵魂发现此处的空间有些异样，他总感觉这里被布下了一个神秘结界，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但在萧炎想来，如果神境灵魂探知没有错的话，本就应该已经除了这个洞穴才是，可是偏偏他们无论怎么走，仿佛都无法走到尽头一般，并且让他们进入了无限循环的过程中。此处有些不对，我感觉我们进入了某一种的结界中了。萧炎停下了脚步，出声道。闻言，祖逖和祖双双二人脸色微微一惊，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刚他们明明按照正常的路线行驶，最后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进入了这个结界中。萧炎兄，这个什么结界，为何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察觉？祖逖疑惑地问道。我想能够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让我们进入了这样的结界，想必对方一定是一位天位神强者，并且还是高阶天位神。萧炎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测，不然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一的循环结界中，无法走出来。然而就在萧炎话音落下之后，在他们的上空竟是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巨龙残影，若隐若现，时不时的还有着霸道的龙吟咆哮声，然后从中喷涌而出，瞬间这里的空间上便是有着鲜红的血海对着萧炎三人滚滚而来。天空上随着几声轰雷炸响之后，一道道可怕的能量冲击波瞬间席卷而开，直接让的这巨大的洞穴都抵御不住如此可怕的冲击，已经有着石壁开始破裂开来，最后滚落而下，导致整个洞穴都开始摇摇欲坠。不过就算萧炎他们三人施展的是极其强大的攻势，不过他们的实力还是与眼前的这位红色之龙相差悬殊。是何方前辈？为何对我们这么感兴趣？虽然对方来者不善，但是还不知道这位那位神兽前辈，如果是祖龙族和圣龙族的话，他们自然也好说话，除了所谓的神龙族。真是好眼力，没想到老夫的迷之结界竟是被你这人类小子看穿了。神怒火莲的周身散发出一股毁灭般的气息，紧跟其后的乃是祖逖的必杀技。一道巨大的古剑在穿梭虚空之时，空间仿佛也被刺穿了两半，那古剑上所散发出来的剑气足以震伤万物。而祖双双的必杀技一出，他的神元之气便是化为了一道温度极低的冰海，那所散发出来的寒冷气息足以可以渗透任何的防御，被血海经过空间竟然都被彻底的吞噬而尽，空间裂缝都开始浮现而出，更是变得格外的扭曲。萧炎双手结印，其周围的空间已经浮现出雪白色的火焰，化为火海，同样以他为中心，不断的急速扩散而开。快，我们撤！见到自己打不过眼前的这位红色之龙，萧炎、祖逖以及祖双双的身影顿时朝着后方的急速退去。这一幕直接让的萧炎都无比的震惊，他的神怒火莲在融合了地炎和幻虚，竟然无法伤及对方，并且还被对方的血海给吞噬了。感受到对方的不友好气息，萧炎几人后退了几步，对方似乎来者不善，想必已经很早就盯上了他们。龙吞，神怒火莲，还没等萧炎三人反应，那红色之龙的巨嘴中已经出现一道极其可怕的红色血海。神技冰之海。下一刻，红色巨龙就张开龙嘴，顿时间萧炎他们感到了不妙，急促道：快退！很快，在那能量的对碰处，那道血海开始逐渐的变得磅礴起来，很快就将三道恐怖的力量彻底的吞噬其中。三道可怕的力量凝聚而出后，便是毫不犹豫的对着血海狂掠而去。神技古剑震天下。不过他们的速度虽快，但是怎么能够逃不出来自一位高阶天位神的一道威压呢？想知道老夫的身份，你们还没有资格。红色巨龙一声咆哮后，就对着下方的萧炎祖、逖祖双双三人发起了进攻。不过萧炎祖、逖以及祖双双也不是等闲之辈，三人同样是爆发出极其惊人的力量，发起了激烈的反抗。萧炎等人闻声望去，看见上空处竟然有一道巨型的红色之龙正在俯视地看着他们几人。
红色巨龙的那双龙眼中散发出极其霸道的气息，甚至恨不得将萧炎祖、T 祖双双等人一口吞了一般。所以在三人毫不犹豫的反击之下，双方的强大攻势乃是已经彻底的轰击在了一起。瞬间，这处空间的温度便是急速的飙升起来，使得空间都变得虚幻起来。待的下一刻，萧炎的双眸睁开之时，那漆黑的瞳孔已经被金色瞳孔所取代，这就是焚神形态，焚神异火的力量。下一刻，一股极其可怕、令人窒息的神之威压就朝着萧炎三人笼罩而下。他们原本后退的身影猛然一滞，胸膛传来压迫之感，三人的一口鲜血顿时从嘴中喷洒而出，身影更是踉踉跄跄的后退了几步，再勉强稳住身影。但是对方似乎不给萧炎三人喘息的机会，随着威压笼罩他们的时候，那血海犹如是一方神器来惩罚他的子民一般，铺天盖地而下。祖 T 和祖双双在刚刚的交战下已然中了伤，想要反击怕也无法抵挡住对方如此可怕的杀招。萧炎见神怒火莲都抵御不住对方的力量，银牙一咬，心中沉闷声响起，拼了！神境灵魂的力量在萧炎的体内疯狂的凝聚压缩，不一会儿就压缩出了100道灵魂力量。不过还没有停止，最后又足足的凝聚出20道、30道、50道，足足有着压缩近150道的灵魂力量，在萧炎狰狞的面容下完成，也算是突破了自身的极限。不过这对于身体有很大的负荷。